诸位法师、诸位菩萨，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高兴今天又能看到诸位出席我们这样的禅修。还有我们这样的禅修是属于一系列的，我会讲明这个祖师禅的如何去参，为什么去参，种种的次第教理，都会在这几次的禅修中会一一跟大家讲解，让大家明白。如果不明理，就盲修瞎练，就乱参胡参，你是很难得到真实的受用。所以我们会把应该知道的一些理，先跟大家讲清楚，而且也会指导大家如何去用功，它的方法，它的次第。所以如果你落了一堂，你不晓得了，我是不会重复的，也没办法重复，因为这么多人，不能为你们一两人。所以说，饭菜乱吃，顶多拉肚子。可是禅法如果胡修瞎练，对自己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不只是会伤害自己，你也会把自己错误的认知去帮助别人，那就变成一盲引众盲，那它的后果是很可怕的。所以说，希望你们，除非你是躺在病床上来不得的，否则从今天起，只要是我上的课，我指导的课，我希望你们都来。好，言归正传。那么你们来到这里打坐参禅，我希望你们是要以正确的心态来用功，不要让一些世俗人的那些看法、想法带着进来。很多人到禅堂里面来参加常修，他首先就是好奇嘛，去看一看嘛，做些什么嘛，里面搞什么东东嘛，然后进去看一看，了解一下，然后自己可以明白，下一次如果有机缘的时候，还可以跟人家吹一吹。如果说自己能够认识一些外国人，当外国人有兴趣的时候，那自己也可以录个一两首啊。这样的心如果来参加，它只是一种看热闹的态度，只是好像小孩子玩家家酒，那是不对的。所以说不能有来看看玩玩，感受一下，体会一下，这种心态一定要除掉因为禅修是要面对着你自己真实的生命，你不可以当作小事来看待然后第二个，也不要把我们的这种禅修当作是你们在外面能够学到的一些类似那么什么 mindful 那些的，或者是
小乘四禅八定的那些的用功，那些的用功虽然也是叫做禅法，但是不是我们的主思禅。主思禅的用功跟下手完全不相同于这些，只是它的一些方法过程是会借用着这些的方式，但是真正的如何去下手，如何去面对，那个认知，还有那个用心，还有那个方法手段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如果你们搞混了，不明白了，那么你所学到的就是用数息的方式啦，让自己的身心疲劳啦能够减轻，让自己的烦躁不安的心态能够安定，甚至也可以体会到静坐以后的类似儒家的所谓定静安立得的那些体验觉得这个就是很好。不对的，如来禅也就是我们主思禅的用功，不是求得身心的安逸，身心的自在安然，他甚至于是告诉我们，本无身心，也本无这些的不自在。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是带着原来对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些在现在这个时代事业家庭种种压力之下，感受到生命的一种苦迫，一种不安，一种强大的压力的这种想要疏解舒缓，然后来参加禅修。固然禅修可以让你能够消逝减除掉身心的这些的问题，但是它不是我们主思禅的修行方法，也不是最终的目的。所以说，也要把这样子的一些心态去除掉。那当然更不可以有一些人以为说，我打坐参禅以后，那么可以得到一些神通啦，一些感应啦，一些奇特的身心变化啦，让我自己呢有一个全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改变，甚至于以为说，如果这样修得好，我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我就可以发挥自己的这样的特殊的能力，然后能够去指导人家，接引人家，然后变成也是一方的人物，这当然都不对。所以来到这里，我们首先就是要去除掉这些的错误的心，要真正的相应到诸佛菩萨所告诉我们的真实的发心。世间人也跟我们讲说，心不发，天下无可成之事。那么来到这里发心，跟世间的这种的发心是不一样的。
世间人的发心是以我们的妄心、颠倒心来发，所以说以这样子的生死妄心来发心，你所求的、所得的、所相应的，必然也都是属于生死妄心。例如很多人打坐以后那么就觉得自己的生命还有自己的一些就是对人处事，乃至于说办事的这些能力好像都增加了，都变成不一样了所谓的我们讲说在这个经过一层的这样子的安静沉淀以后，觉得自己的生命更加清明然后以为这样子就是我真实的心，其实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转我们的妄心，转我们的世心，我们以这样的妄心来发心，就好像《圆觉经》讲的，以生灭轮回的心，你要想相应于那个不生灭的真实的大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自己本身是妄的，你就是进入到那个不妄，那个不妄的境界也变成了你的妄，听懂吗？就是说你本身有问题，那么那些境界是没有问题的，那些法也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因为你自己的是以生灭心、妄想心来发心，所以说这个发心就不真，那么必然所得的也是妄。这个其实你们很容易发现，例如说色盲的人，他的眼睛是不是跟你们都一模一样外表是不是？我就色盲，我的眼睛看起来有没有跟你们不一样？没有。但是当我看那个颜色的时候，当然红绿灯的看得懂，单色的都看得懂，可是当我们去那个考试的时候，不管是考摩托车还是考这个驾行驾的执照，或者去医院里面做一些检验它有一本这个充满了很多的色彩，而且是有很多这个大大小小不同的圆点组合成的数字。我以前不知道我自己有色盲，我只知道以前当我跟我妈妈走路的时候，我妈妈常常远远就指着，哎呀，儿子啊，你看前面的那一朵红花开得多漂亮啊，多美啊！我照着妈妈指的这个方向去看，可是我怎么看就是看不到。看不到我就问妈妈在哪里呀？妈妈就指着在那边啊，在那边。我们就一路走一路更靠近她，她就在那里，我还是没看到。结果呢，母亲就生气，跟你讲在那里你还问。我就想，妈你生气，可是我确实没有看到啊。结果去到很近很面前的时候，我才有办法看到。为什么？因为那朵红花是长在很茂盛的很多其他的绿叶啦什么这些虽然其实没有色盲的人就好也是一样可以看得出来，可是色盲的就被那所有的颜色把它那一朵大红花就遮住了，我就看不到，所以一直要到前面。所以我的那时候都还是觉得我妈妈生气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看到我却看不到，所以一直等到第一次我要去考驾照，一翻前面都是单色的，听懂吗？比较简单，我答得出来。可是他翻到中间，我就傻了，我就回答不出来了，我看不出来，我就糟糕，怎么都是一粒小圆圈的，它到底是什么我也看不到，就一片花。然后他看我这样子，又翻到另一页，越到后面是越怎么样，越难懂的。结果呢，他就好走开，然后就在我的那个上面写一个什么色盲，我色盲就下惨了，就不能够考驾照，听懂吗？我那时候才知道，后来又经过好几次同样的检验，才更确定。可是很有趣，我家里的哥哥姐姐没有一个人有，就我有。考你们，为什么我的姐姐们都没有，妹妹们也没有？因为色盲不会传你重，你重的福报大，它不会传你重。还有，色盲是隔代传，但是虽然隔代传，不是每一个下一代的男都得到，就是被上帝特别关爱的那一个就会得到，听懂吗？所以我哥哥跟我同父同母，然后也怎么样，差没有几岁，他就很好，我怎么就这样？然后底下的弟弟呢，也没有，就我得到，所以说这个是，我就讲说，你自己本身有问题，前面的境界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可是当你用这样的问题去看他的时候，那个你看出来的结果，你所认知是最对的、最真的，从别人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就是错误了？就是说，你如果说当下我们发心的时候，不是以如来这个所修的那个，也就是说他所发心的根本的最初的那个发心来相应的话，你是以我们众生现在每一个人的所谓的生死忘心来发心的话，这就错，听懂吗？所以说发心就是要发严惩一切众生都离苦得乐，然后要以诸法的这个什么正法来发心。所以发心要发3个心，在我们经典告诉我们，叫直心、身心、大心，当然还有一个广心。什么叫直心？直心就是直念真如。我们讲说心直言直，有听过直心是道场，有没有听过这一句？那为什么直心是道场？直心不是说我口直言直，那个就叫直心，不是这个，这个不是佛教的直心，那个是儒家的意思，就是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用脑筋去多想一下子就冒出来。我们说这个人比较什么直肠子直爽，但是不是这样的直哦。佛法的直是直念真如，也就是正念真如，叫做直心。什么叫做正念真如？就是我们八正道里面的正念，正确的意念正法。也就是说，要真正的明白，在大圣经典里面，佛陀告诉我们，其实小圣已经就告诉我们了，说一切诸法是不是缘起空寂？是不是？这是佛教跟其他的宗教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哦。世间的其他的宗教还有哲学都有一个造物主，听懂吗？有一个物的这个出，原始的这个出，可是呢，佛教就告诉我们没有这个东西一切所有的法都是
因缘和合，所以每一个的当下，你认为它是实有那个相，其实它只是缘起相，听懂吗？只是我们众生把它当作实有，例如说这个杯盖，我们就把它当作实有。可是如果从我们这个物理去看它，它是不是众多的因缘条件合成的？有没有一个永远真实的这个杯盖存在？如果有，它就是不需要人家创造，听懂吗？也不需要记住这些因缘，然后这个因缘只有它是唯一的，永远真实的，永远也不消灭的，那个才叫做真实的真，对不对？你们想看看，所以为什么西方说一神教的他的神叫做真神？因为他永远不生不灭，不生不死，永远是最对，而且他是创造宇宙世间的所有一切啊！但是我们佛陀就告诉我们，从这个诸法的这个所谓的成就，诸法的这个组成，都是众多不同的因缘相应，所以每一个因缘变化的时候，它其实都已经在转变。这个杯盖的转变我们看不出来，你自己的转变你就应该知道。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年纪越大的，3、5天一看，哎，怎么老了这么多？年轻的时候还不会感觉这么强哦，年纪大的时候一看，哇，怎么这么多？前2天啊，我刮胡子一看，哎呦，我的头发也白的这么多了啊！那个就是什么？相的变，对不对？啊，你看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我？以前青春的时候黑溜溜，当然我男的很少用这种名词，但是头发其实也是很黑啊，也是很不错的啊。你看现在怎么样？稀少，然后又变白。哎，你不要以为说今天才白，它不是今天才白，它就是在每时每刻其实都是在白，听懂吗？都是在变化。所以现在的科学家最近得奖的那个诺贝尔奖金的，他就讲人的死亡其实是一种量子的量化，听懂吗？这就代表什么？它不是真有一个实体的存在，然后这个量化从这边化掉，从那边都有可能怎么样？随时随地。只是这个量化，我们永远都是把它当作永远可能就是我这个脸型，我的这个样子，我的呢。但是量子其实也是你也找不到它的形象，听懂吗？啊，那个变化，所以佛陀就告诉你，每一样的东西，你只是在因缘假合的那个相，是暂时如幻如化的。但是我们众生就把这如幻如化的这个相当作实有，所以这个就叫什么？叫做颠倒，叫做无明，听懂吗？所以佛法为什么无明？无明不是生气发火叫发无明呐，听懂吗？无明是指没有智慧，不是发火。当然我们知道说发火是因为怎么样，脑袋烧着了，然后没有理智，你才会发火哦。但是真正的无明不是发火，是指没有智慧。那没有智慧是指什么？最主要对于根本的究竟的这些真实的道理，我们没有真实的了解，然后还错误的把它认为是这样子的，我们认以为真，所以无明，然后又把它当不对的当作真，又称为颠倒，听懂吗？所以说修行的第一步，听到了？你们来这里修行的第一步，不是只有在殿堂上才用功，而是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我们都要执念真如，听懂吗？就是时时刻刻关照眼耳鼻舌身意，你的见闻觉知所体察的，所言到的一切境界，当下
都是缘起如幻的空寂，听懂吗？没有一个是究竟实有的，所以你不应该陷溺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被它绑住，被它困惑住，然后自己还死在那里，然后不仅自己苦，然后还因为这样的苦又升起更多的造更多的善恶业种，然后因此就轮回不断。所以说你看禅宗祖师禅的第一个用功的方法，就是要告诉我们八正道里面的正念。正念就是正确的意念，正确的观察关照，听懂吗？关照一切诸法都只是如因缘的那种暂时的幻化，但是既然是幻化，就不是断灭，不是虚无哦，就是不是没有哦，听懂吗？它仍然有它一时的那个假业用。所以说小圣就是只在相上知道它是如幻化的，所以他就否定那些的相有一些功能，有一些作用，所以呢就把这些所谓的生死相、烦恼相当作是这个最可怕的，要从修行上去断除它，就要以智，就是修行以后有那个智慧的关照，知道说这些的相，不管哪一种相都是错误颠倒的，所以要除相灭相，听懂吗？除相灭相就是实有一个相可去除，然后除掉以后有一个正确的庄严的什么菩提相，还有正果的相可以成，所以叫做阿罗汉果，听懂吗？叫做所作一半不受后有，它就有修有证有要灭除的。那从缘起上面来讲，他这样的缘起只是见到相的缘起，他没有见到相的缘起当下其实还包括因缘的和的那一方面的假象，听懂吗？不是只有断灭空哦。你看当所有的缘具足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有作用？例如说我现在为了让我的声音能够大，我装上了麦克风，对不对？它就能够大声，这个就叫做因缘的，虽然是空，可是它的空不是断灭，不是虚无，它可以产生它的这个相用。因此每一个法当下空寂，空寂不是断灭，不是虚无，都有它的什么如所应量的时候所应呈现的那个作用。也就是当它的因缘和，它会呈现出像它应该显现出来的那个量，那个业用。这个就《楞严经》讲的，《楞严经》的7大里面讲，是不是就是这些和的时候就产生了？就好比你的心本来现在很高兴，但是突然一想到什么什么事情，尤其是你很气的人一想到一想到曹操，曹操就知道果然来到这里怎么样障碍你怎么样，你是不是也就冒火了，也就跟着生气了这个就叫做什么你自己就是随着这个因缘相，当这个因缘相种种聚合的时候，它就因随因，然后出现它的那个量，听懂吗？那如果是有智慧的人，就知道这只是一时的因的这个量，所以它虽然有它的业用，但是本身是空寂的，所以我不应该死在这里。还有，既然可以随所因量，就代表我就有那个能力可以去改变它。为什么？如果这杯茶太酸了，我再放一点别的东西去，是不是就可以改变它？这是不是就叫做随这个因缘，我因所之量？这个掌控是不是就是在我所以禅宗为什么告诉我们
立地界真，随处做主。为什么能够做到这里？想看看，为什么随处能够自己做主？因为法法本身就是空寂，你就不应该被那个空寂的那个假象绑住、限制住。不被它限制，你就像金庸里面的那个任我行，听懂吗？是不是任我行啊？什么东西都可以，为什么？没有东西绑得了你，何处可以来绑你？就像我们六祖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怎么样惹尘埃？是不是？所以你执念真如的时候，相应到的是诸法的实相。你相应到诸法的实相，本质空寂，所以随处可以做主。然后呢，立处皆真。为什么立处都真？都是对的，因为你有这个能力去掌握着一切的因缘变化，就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这样知道的这些道理了没有？所以禅宗的修行不是盲修瞎练的，是步步都紧扣着佛法告诉我们的教理义理，听懂吗？你看，光是一个正念真如，就已经是我们下手对跟错一个最大的分水岭了，听懂吗？所以为什么说修行不离生活，不离当下，不离你的眼见耳闻？所以禅宗就告诉我们，参祖师禅就是这么简单啊！你不要以为说坐在那里什么是无，或者驮着死尸的是谁，你才叫做用功。那个是因为你妄想太多，不得已给你这个东西，听懂吗？所以让你咬住它，让你不要掉了。但是本来就没有，哪里需要去紧紧的咬住呢？然后还就像我们接力赛，本来跑得很好，就是接棒没有接好的时候，该赢的就输了，对不对？你就变成最后就死在那个原来的那个法上，也不对哦，听懂吗？你正念真如，就是要知道什么叫真如。法法当下空寂，法法本质空寂，本质圆成，不来不去，不生不灭，这个就叫真如法。所以你们来用功也要多少懂一些佛教的东西呀，听懂吗？这个就叫正念真如，直心是道场。这样明白了没有？为什么直心是道场？所以我以前修行的时候，我常常直心是道场。为什么不可以？我不高兴我就顶你嘛，我就回你嘛，我就骂你嘛，我就跟你怎么样来比高低嘛，直嘛，我不爽嘛，我怎么样嘛，你以为这个就是佛法？这个就错误解释听懂吗？所以佛教第一个发心叫做发直心，那直心什么？就是常常正念诸法的究竟实相，叫做正念真如正念真如就是不离你的清净妙心的意思。如果在楞严经就叫做不离你的这个妙净明心那么自己要这样听懂吗？这个就是用功眼见耳闻任何时刻都是关照正确的关照，正确的意念。然后第二个的发心要怎么发？叫做要发身心，就是不要只是说我来玩玩看看我随随便便就可以了，没有用。身心就是指真正非常深刻、非常真切打死也不退，
你用什么东西来诱惑也不会改变我，那种就叫身心，听懂吗？类似古代的那些贞节牌坊的那些劫富，就像那些不投降的那些忠臣，听懂吗？他们的心是不移的，不改变的。你就要有这种态度。你的修行，为什么你不能够真正见到你自己的真实面目？让你自己做你自己生命的主人，让你成为你天地间你自己是一个很自在、很逍遥的人。所有的原因你要怪谁？就是怪自己，听懂吗？你知道了这个，说是应该这样用功，可是你没有真正的去下手、去努力、去寻求，那这个知就跟没有知一样嘛，听懂吗？那你随随便便做了啊，然后没有真正的在心地上，或者至于在方法上、在体验上，有真实的去感悟领略你都不叫做身心，你只是怎么样在那里受苦，在那里熬时间。我以前就觉得看经拜佛念佛，这个都是佛讲的多好啊！坐在那边，然后做什么？数1、2、3、4、5、6、7、8、9、10，数的再多，那个10会不会变成千百亿啊？或者数的再多，会有什么变化啊？没有啊，越数越觉得无聊啊，越觉得空洞啊。为什么要在那浪费时间？然后还做得死去活来，腰酸背痛。那为什么？因为你只是死在那个动作上面，死在那个形式上面，听懂吗？你没有真正在属习的上面，还有在你这样的变化过程中，用你的心去感知、去领悟、去真正的体验。所以你体察到的、感受到的，就是苦的不得了，就是无聊的不得了。所以说，这个就不叫做真正的身心。身心是你在进行着每一个修行的当下，你的心都是非常的清楚、坚定不移的。听懂哦？是在你修行的当下，不是在打坐数息上面哦。包括我刚才说正念真如的上面，你在扫地，在擦桌椅、擦玻璃甚至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能够记起你全部的力量，然后在关照进行的当下，然后进行的当下不落在有无成败是非好坏，就是无所求无所得。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法本质空寂，听懂吗？哪有一个我要去做这件事，这件事做好了做棒了，得到什么成就，这些都是叫做妄想生死心，听懂吗？所以当我执念真如的时候，我这些的心都去除掉。我不是掉落在说我在进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得到什么样的赞叹，什么样的好的结果，什么样好的利益，听懂吗？如果是这样子，那是世间的生死心。那我们只是把全心全意放在这里，是我们面对着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
以法就是心与法的时候，法法无二，法法平等。因为平等故，所以我对每一个法，不管是大小，甚至于怎么样，我都以一种如面佛、待佛、视佛、视大宾的那种的心态去面对它，去处理它，去接受它。这样听懂吗？这个就叫身心哦。所以我讲的一本饮茶那个茶的那个，我就讲说，你泡一杯茶啊，要如见大宾的那种心态。其实不只是泡茶，是你每进行着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要知道这样的一个法，跟你所谓的这个你自己本身的法，还有你的心，法法平等，法法不二。听懂吗？因平等故，因不二故，因无所求故，因不可得故，所以呢，我要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你看，这就是不是世间的人在进行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心就有所贪求，所以就做到无贪无求，无求无益，自然怎么样，心就安。而且在进行的时候，你是用最大的诚心。所以在我们佛法，为什么我们要对佛陀听法的时候，我们要这么恭敬？然后听完法以后，我们还要怎么样？信受奉行。一方面固然是我们对法和对佛的恭敬，更重要的是，当我的生命体验到、接受到这个大法的时候，我泯除掉我生命中对一切法的差别对待的这些错误之见，很重要哦。法法平等，不要对任何法有一种差别之见，哪怕是修行佛法，听懂吗？不要有差别之见。法法空寂故，法法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故法法平等，法法圆满，听懂吗？相相平等，相相都是庄严。一微尘跟宇宙虚空是一样的大。所以说，当你以这样的心泯除掉你自己的这个差别对待，然后以平等恭敬，你对于任何一个法，你也不因为它是一件小事、一件轻微的事，我就以非常这个我们讲说没有那种诚心、没有那种力量的心思随便处理它，这就不对，听懂吗？所以在禅修的这个态度上面，我们要做到，不论大小是非好坏，我都要以我生命中最大的力量、最恭敬的心，以平等无二恭敬的心去面对它、处理它。这是我修行该有的态度。这样听懂了没有？不要因为善小而不为，也不要因为恶小你就不改，听懂吗？没有所谓的好坏大小，但是并不是没有好坏大小分别，我就变成糊涂人。你看，我们的不是哦，我们泯除掉了一切这些差别对待，我们以真正的诸法的实相来相应的时候，你相应到的是诸法的究竟，听懂吗？所以你看，你在修行的时候，你是这样的心，你会打瞌睡吗？你会觉得无聊吗？你会觉得怎样吗？不会啊，因为你每时每刻都要关照着你当下现前的这个心境，在面对着当下前面的这个法，也就是静的时候，你有没有用你的直心？有没有用你的身心？有没有用你恭敬种种对待的
不求不得的这样的心去真正处理。然后在这过程的变化改变中，你有没有去时时刻刻的随缘应量变化？听懂吗？你没有做到随缘应量变化，就变成死人，变成死相，变成没有作用，所以就死在那里，就变成无记，变成呆瓜。所以你看，第二个的身心，这样了解没有？在修行，我讲的修行就不是只有打坐，就包括所有的一切都叫修行，听懂吗？见闻觉知眼耳鼻舌身面见的一切，种种的一切，你如何去看待它？如何去处理它？如何去接受它？如何去应用它？这些种种的一切，都是我们生命的一种什么？一种显现，一种历练，听懂吗？那这历练就是我们的修行。所以这样的修行，就是当下，就是在这红尘世间里面，就是在你们的日常生活、家庭、事业里面，要不要啊？像我们后面几位或这几位啊，剔除息法，然后靠，就不需要。听懂吗？所以说不一定要舍弃息法，然后依服才叫做修行。任何时刻你能相应到这里啊，你就叫做真实的修行人。所以这是第二个发心哦。第三不能一直讲这个，好，后面两个的心下次再讲，或者下午再讲。现在呢，要听这个我们常堂规矩，好像其实新来的哪几个啊？好，还是讲一下。那其他的人，你们现在就用上我刚才的功夫，听懂吗？虽然听这些已经是讲过的，那你的心如何面对它？你的起心动念如果还掉在有所厌烦或者怎么样，你就落在静，就表示你没有正念真如，没有做到直心是道场，你也没有做到身心。身心就关照以后，能够用自己的智慧的选择处理，改变一切因缘，因缘一改变为我所用，听懂吗？这个就是一个历练哦，听懂吗？现在你们听过的人，听我们总护替你在细说这些的时候，可以不听，也可以听。听的时候更认真的去听，为什么？希望你们也学会，将来也可以来帮助我们做这些工作，听懂吗？要有人能够记起，不然只有这些人，我们会做得很累哦。然后你可以去看人家的这样子的一个规矩的讲说，讲得好不好，哪边需要改正或怎样。你从这里面去关照去学习，这个也叫修行。好，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好，感恩师父为